4分钟，我会让你变得自信到可怕，从此告别自卑内耗。这不是什么成功学的鸡汤，也不是让你对着镜子大喊“我是最棒”的那种自我催眠。如果你现在正处于那种当众说话脸红脖子粗，总觉得别人在背后议论你，遇到机会想抓又不敢抓，甚至在朋友圈发张照片都要反复修图半小时，还怕没人点赞的状态，那么请你死死盯着这4分钟，我会撕碎你那些廉价的自卑，给你换上一副刀枪不入的铠甲。首先，我要告诉你一个扎心但能让你瞬间解脱的真相：这个世界上真的没几个人在乎你。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焦点效应，你以为你今天穿的衣服不太搭，全世界都在笑话你；你以为你刚才开会说错了一句话，同事们会记一辈子；你以为你走路姿势有点怪，路人都在侧目。醒醒吧，兄弟姐妹们，大家都很忙着焦虑自己的房贷，忙着想今晚吃什么，忙着掩饰他们自己的自卑。你眼里的天塌了，在别人眼里可能连个屁都算不上。当你意识到没人在乎我的时候，你其实就获得了最高级的自由。既然没人看，那你演给谁看？既然没人看你大方一点，笨拙一点，甚至出个丑，又能怎样？记住，自信的第一步是把自己从想象中的聚光灯下拽出来。很多人对自信有误解，觉得自信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事办成，我一定要让所有人喜欢我。错，那是自负或者是过度补偿。真正的自信是一种允许自己失败气度。那些自信到可怕的人，他们走进一个房间，想的不是我要让大家都觉得我很牛，而是如果大家不喜欢我，或者我搞砸了，我也能接受，我还是我。这种底线思维才是最无敌的。当你不再害怕丢脸，你就再也没有软肋。咱们说实话，你之所以不自信，是因为你把面子看得比命还重。你怕输，怕被拒绝，怕被看不起。但你仔细想想，就算被拒绝了，你少块肉吗？银行卡余额会变负数吗？自信的底层逻辑是接纳自己的普通，甚至接纳自己的无能。当你敢于承认我就是不行那一刻，你反而变得无比强大。现在咱们聊点专业的。很多人觉得得先有自信的心，才有自信的行为。其实生理学告诉我们，顺序往往是反过来。如果你整天缩着肩膀，低着头走路蹭地皮，说话像蚊子叫，你的大脑就会不断接收到信号：我很弱，我很危险。然后它会分泌皮质醇压力激素，让你变得更加焦虑和猥琐。改变自信最快的方法是物理入侵，占领空间。坐着的时候，别把自己缩成一团，把手撑开，腿放自然。站着的时候，脊椎挺直，想象头顶有一根线在拉着你眼神的博弈。别躲别人的目光，跟人说说话，盯着对方的鼻子或者眼睛，直到对方先离开。这不是没礼貌，这是在建立气场。语速放慢，越是不自信的人说话越快，只怕耽误别人的时间。自信的人说话是有节奏的，甚至敢于在说话间隙留出空白，沉默才是最高级的威慑力。你试着坚持这一套假动作1周，你会发现你的大脑真的会被你骗过去。他会觉得我好像真的挺有底气。我发现很多不自信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：内耗。一件事做完了就开始复盘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我是不是表现得太急了？他那个眼神是不是在嫌弃我？这种复盘毫无意义，它只会不断加深你的挫败感。你要学会一种流氓逻辑：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如果一件事办砸了，告诉自己这次经验值加满了，下次换个姿势再来。如果一个人不喜欢你，告诉自己那是他的审美还没达到我高度，那是他的损失。别笑，这种看起来有点不要废死的心理暗示，其实是在保护你的能量场。
你要像保护你的银行卡密码一样保护你的自信心。自信不是凭空长出来，它需要成功的反馈，但问题是你不能总盯着那些大成功。很多人不自信是因为他们总想憋个大招，我要赚100万，我要考上名校，我要娶到女神，如果没达成，就觉得自己是个废物。真正的自信是靠一个个微小的胜利堆起来。今天按时起床了，给自己记一功。今天在会上主动发言了，哪怕只有一句话也记一功。今天去健身房跑了20分钟，记一功。你要在心里建一个博物馆，专门放这些微不足道的成就。当你遇到挫折想退缩时，去你的博物馆逛逛，告诉自己，我也是干成过不少事的人。这种自我效能感的积累，才是你面对困难时最坚实的底气。我想送你一句话，这句话值千金。自信的终点是不再需要任何人的认可。当你还在问我表现得好吗？你觉得我行了的时候，你依然是别人评价体系里的努力。真正的强者是拥有被讨厌的勇气。我来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满足谁的期待，也不是为了活成谁的样子。我就是我，我有我的缺陷，我也有我独一无二的光芒。当你彻底放弃求你认可我这个念头时，你会发现你走路带风，你眼神有光，你甚至不需要说话，别人就能感受到那种压迫感。这就是自信到可怕的最高境界。我不在乎你怎么看我，我只在乎我怎么看这个事情。4分钟到了，这篇文章不会让你明天就变成亿万富翁，但它应该像一把火，点燃了你心底那点被压抑了很久的火苗。别再缩在角落里了，去犯错，去出丑，去大声说话，去占领你的位。你会发现，当你开始变得不要 face 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反而会变得对你格外温柔。去吧，去变得自信到可怕，去拿回属于你的主场。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戳中了你，别只是点个赞就走了，试着从今天开始走。走路的时候抬头挺胸看人眼球，你会发现风景真的不一样。